主席好，那个有请陈部长。陈部长。还有公路局陈局长。陈局长。还有观光署的周署长。周署长。谢谢。部长好。委员好。辛苦了哈，到这么晚。不会。那个我在立法院都来推动这个人口的政策。是。部长知道吗？我知道，有听说哈。针对壮年的部分。对，壮世代。壮世代。好，在43天哦，台湾就进入超高龄社会。交通部准备好了吗？交通部有在为超高龄社会做一些什么政策的调整吗？有没有？报告委员哈，几个部分了哈。一个部分针对公共运输的部分，确实超高龄之后，很多的长者他们需要更多的公共运输，尤其是比较偏乡的部分，这个部分我们有在做努力哈。那另外针对这个坦白说，我们这个公共运输的这个公车业者、客运业者，他们的这个驾驶不足，我们也把这个年龄有调升，好，让一些比较超过65岁以上的，还可以继续来。昨天在喜来登那边就发生了一个车祸。是一个车祸，对不对？有死亡车祸啊，就是年轻的公车驾驶者啊，那撞死了这个高龄的行人啊。是，好 ，OK， 这个现在目前这个我们问的公路局根据这一个的调查现在这个驾车肇事率是随着年龄增加而递减。年龄增加从这个表来看18岁到29岁有2900多件，每10万人；70岁以上只有1100多件事实上是人口的最低，这是驾车肇事，70岁以上的是最低的，所有年龄层当中最低，在行人当中。这个出事的随着年龄增加而递增这个最年轻的这一个只有10.66件，70岁以上只有最高有46.66件。好，这个我们从这个去年今年113年1到8月，65岁以上高龄者的交通死亡人数前10大原因当中，排名第一名的是重型机车，死亡最多，占所有死亡当中的57%。高龄者骑重型机车非常危险。第二呢，就是行人走路，高龄者走路很危险，占了19%，第2名。第三个是什么？自行车。骑脚踏车也危险，占了9%。第4个是当乘客，坐车当乘客，占4%。开小客车占3%。这个没有错吧，局长？对。没有错OK 好。那现在目前公路局上面我来看请问75岁是不是要换照？要取消他的驾照？75岁要在做认知功能测验之后，才能够继续就是说拥有驾照。那为什么他已经是出事最低的，为什么要有他特别待遇呢？是什么原因？跟委员报告，其实高龄者跟年轻人，其实都是在事故的统计上面，其实是2个高峰。就是65以上一直到75，其实都还是算是高峰。因为他们高峰，所以呢，刚才从那个是你们统计的数据嘛，他开车出事是占3%，是最低的嘛。那你不开车，他就会变成前面的骑脚踏车，因为他使用到其他汽车或者当行人嘛，对不对？对，你剥夺他开车的权利，他就变成风险更高嘛。你到底是想要降低他的风险，还是增加他的风险？这不是剥夺他开车的权利。OK 好，我们只是做体检，我只是说速度够。那每一个都要体检。我只是说这个重要政策其实这个隐含的是叫做高龄歧视，这违宪你知道吗？剥夺。你要剥夺这个叫壮世代的开车权利吗？行动移动的自由吗？其实这个值得探讨。我现在没时间因为他已经在催我只要讲这个，请检讨这个政策好不好？是。接下来OK，好，
接下来我告诉我们部长哈，是现在哈，75岁以上的人，你看那个2024年呢，有160万人，这些已经都被歧视了哈，都要吊销驾照了。到了2050年会多少呢？会到420万人，啊，这些人都要被你列管吗？这个真的要检讨这个政策哈，好不好？要检讨这个政策。不，另外一个不好意思，再借我1分钟哈，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观光产业哦，建议交通部来鼓励发展壮游。好，因为现在我们对所谓银发想象的旅游业都是做了上车睡觉，下车尿尿，把那个安全系数银发旅游搞得非常无趣。其实这一块我们从这里振兴国旅壮世代是主力啊。主力从你各种的数据，旅游最多的，包括非假日旅游最多的，钱最多的，最有时间、最有钱、最有意愿做什么？结果我们对这块是任其荒芜，而且这一块台湾如果内部旅游把它做起来，还可以吸引观光的。台湾是这一块圣地耶，宝岛圣地旅游庄的交通部在这一部分好好的重视。好，因为为什么都不重视？其实我推广这都各个部位我很清楚，都是叫做年龄歧视。我们都觉得你年纪到了一个程度以后就不好了随便啦青青菜菜了就是都是这种观念，然后呢，甚至去剥夺他的驾驶的这个违宪的这个权利。我希望因为部长你很有新的你年轻嘛，年轻有为，很有新的观念，是拜托把它来调整所以 OK。最后，因为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明年要有一个新的气象，不然政府毫无作为这个会被人家笑的啦。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请交通部全面检讨？第一件事情，壮世代的驾照政策；第二个是壮世代的观光政策，可不可以在1个月之内提这个检讨报告给我的办公室？没有问题，可以没有问题。好，谢谢部长，谢谢委员。谢谢